这个世界永别了，爸妈妹清月，我来找你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欢迎来到周末世界，你们原本所存在的世界已经崩溃，而你们是被挑选的幸运儿，能不能活下去，看你们的造化了。这是哪儿？谁把我弄来的？门打不开，手机也没信号。都先冷静，既然把我们关在这里，对方肯定有目的。欢迎进入周末游戏，我是本次游戏的引导者白无常，本场副本紫叶灵堂。什么游戏？整蛊直播？你们知道非法拘禁判几年吗？公开任务：5更钟响之前，从7块灵牌中找出关中死者真正的灵牌，将其放入供桌中央，若放错，则全员抹除。本局只有这一条规则：子时之后，活人不得开口说话。违反规则会怎么样？直接抹除。抹除是什么意思？抹除就是连成为尸体的资格都不会留下。请诸位珍惜自己还能说话的时间。还有18分钟，先报名字和职业，别隐瞒。你凭什么命令我们？凭我至少知道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他说的没错，子时以后不能说话，我们必须先建立沟通办法。亡者不识己名，只记生前之事。从前入匣，敲棺为打，一生为士，两生为子。丹前用尽，阴阳不通。这是问灵匣，子时以后才能用。棺材里的东西敲棺回答。可子时以后我们不能说话，怎么提问？只有3次机会，而且他又不能直接说自己的名字。3个问题怎么从7个人里找出1个？一个真假问题有2种答案，一个问题分2组，2个问题分4组，3个问题最多能分8组。前提是你能找到3个不会重复的特征。所以先查他们是谁。柳敬山和柳兰真是夫妻，柳承业是长子，娶了秦秋娘。柳承礼未婚，柳怀安、柳文秀也没成亲。3年前，柳宅发生大火，共有4人死于火中，柳承业、秦秋娘、柳怀安、柳文秀。另外3人死于火灾之前，柳敬山溺亡，柳兰真病死，柳承礼死于岩筒。子时之后用这个交流。七星钉，棺材从外面打不开，硬拔只会坏事。连信号都没有，还能录像，等出去以后，这视频能卖大价钱。这个凹槽一旦合上，应该就锁死了。你们就没想过，死人也会撒谎？那不会，这是机关，不是他愿不愿意回答，是问林祥强迫亡魂留下答案。咳嗽呢？哭呢？这些算不算说话？规则写的是开口说话，不是发出声音，但最好别拿自己的命去试。子时以后，所有信息先写出来，任何人不准单独行动。
子时不是12点吗？装神弄鬼。妈妈，我是小雨。柜子里好黑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小雨生前玩捉迷藏说过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小雨，妈妈在。你生前是男子吗？敲棺2下，就代表否定，她生前是女人。你生前成过亲吗？成过亲。你是否死于火灾？女，已婚，死于火灾。7块的灵牌中，只有秦秋娘符合条件。关中死者是秦秋娘，亲手龟牌之人独活，其余人死。他在骗你，任务没有独活2字。爸爸，把他们都赶走，只有你能活。他们都想抢走你的机会。这是我的！任务完成，关中王者秦秋娘。本局规则解除，玩家人数7，存活人数4，抹除人数3。新手校准副本不开放神赐，本场不评选最优者。你真厉害！还有你怎么知道用手机的？暗船上有个录音机，我猜就是布置者想要告诉我们，可以提前录好问题，子时后再发起提问。我猜效果应该和录音机一样，所以就试了一下。谢谢，还好有你，不然我们可能过不了这关。他们去了哪里？哪里也没去。被规则之光抹除的人会彻底消失，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。普通道具。定身符，一次性道具，可使一名低级副本 NPC 停止行动10分钟。核心无效，对引导者、玩家及副本核心无效。本局不开放神赐，所有幸存者获得定身符1张，中目币100。你似乎并不怕死。我本来就应该死在那一晚。我来开吧。你这脸色跟纸一样。不用，您不守这边的高速，就40分钟。哥，回家别忘了拆礼物，嫂子挑了半天。
还没结婚，别乱叫。实在困就住附近，别拿命赶路。前面服务区休息一下吧。就还有20分钟，不用了。20分钟也是路。许彻，我给你换着开吧。真没事儿。许彻，别回头，看路！只有你活下来了。我本来就应该死在那一晚，因为你的父母、妹妹，还有未婚妻。你怎么知道？终末世界会记录每一个进入者。走到终极考验，你将获得一次接触终末核心的机会，也许有复活你亲友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终极考验在哪里？别急，你先活过下一场再说吧。门后是什么？现实世界。我们的世界不是已经毁灭了吗？等你们下次回到这里，自然会明白一切。下次是什么时候？3个月后，终末系统将再次召唤你们。你终于下来了，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又发烧了？我回来了，3个月前。你要是太累就让我开，别硬撑。不回去了。什么不回去了？今晚不走，附近找酒店，谁也不准上车。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外面下雨，我也很困，疲劳驾乘会出事。怎么下来一趟突然惜命了？哥，你别吓我。对不起。走吧，我们去找酒店。你从写字楼出来之后就不对劲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我坚持开车，车出了事故，你们全死了，只有我活着。所以你刚才不肯开车？不是梦，对我来说，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。可现在车祸没有发生。你这是饺子还是面团儿？怎么最近突然有空啦？我把工作推掉了，好好陪陪你们。你最近一直在看日期，是有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没有。许先生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说了什么吗？你问这里有没有人，然后呢？我说有。明明只有你一个人。
我不想让你做。讨厌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就2个字。如果可以，我们结婚吧。戒指呢？在这里。我已经迟到了很久。怎么回事？清月，不要！清月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现实世界的终点就是毁灭。你是谁？我是周末引导者嫦娥。刚才那个世界是什么？那是一条从周末之前截取出来的时间支流。你改变了车祸，却改变不了周末。告诉我，怎么让他们回来？周末核心真的能复活逝者吗？可能是真的，但没人见证过。你也回去了？见到你的亲人了吗？见到了。然后又失去了一次。新的副本任务城隍夜审即将开始，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。副本任务：找出玩家中隐藏的那个杀人犯。规则1：当玩家说谎时，他身前的蜡烛会熄灭，但有一种谎言不会令蜡烛熄灭。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。规则2：玩家面前的蜡烛熄灭，玩家将会被直接抹除。规则3：天亮之前，将杀人犯的姓名牌投入醉丘，副本限时3个时辰。若选出杀人犯，则杀人犯死，其余玩家生；若选不出杀人犯，除杀人犯之外，其余玩家全部处死。先把最简单的事情确定。我不是杀人犯。门后还有人，你明明听见我在砸门。我也不是。你明知道那里会死人，也害死了我。我不是杀人犯，我也不是杀人犯。我不是杀人犯。我没有杀过人。医生，我那时还活着，为什么拔掉我的呼吸器？鬼魂是什么情况？是混淆视听还是确有其事？所有人的蜡烛都亮着，杀人犯否认身份也不会被判定说谎。那这盏蜡烛还有什么用？用来判断其他事情。从职业和经历开始，谁都不许隐瞒。许彻，我没有工作。苏婉晴，我是儿科康复师。我是程野，曾经当过消防员。怪不得刚才有烧焦的鬼魂出现。我是大学生。刚才那个鬼魂生前是你杀的吗？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算了，问也白问。我是周岩，小学老师。秦彻，急诊科医生。那个鬼魂的呼吸机是你拔的。我曾经当过刑警。刑警最容易接触到死人。见过死人，不代表杀过人。杀罪犯算杀人吗？直接问没有用，只要是否认身份，蜡烛就不会熄灭。也许只能找谁最像杀人犯。不必再查了，我是杀人犯。
规则只豁免否认身份的谎言，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并不在豁免之内。他说的是真的，蜡烛没有灭。3年前，因为疫情，急诊室同时送来了10几名伤员，医院的备用电源损坏，只剩下1台能够使用的呼吸机。当时使用呼吸机的是1名重伤患者，他还有生命体征，但活下来的可能性很低。另一个刚送来的孩子，如果立刻使用呼吸机，他有很大机会活下来。我把设备给了那个孩子，第一个患者死了，孩子活了下来。事后，我修改了抢救记录，我把他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0分钟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在呼吸机转移之前死亡的，只有我知道，他本来还活着。我救了一个人，但我也亲手放弃了另一个人。既然必须有人死，就投我，别因为我连累所有人。你是为了救那个孩子？理由不会让逝者活过来，规则也不会因为理由不同，就把我当成无辜的人。等最后1分钟再投吧，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蜡烛已经证明他说的是真的。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，不承认，不承认。我是杀人犯。你说什么？我是杀人犯。怎么可能？秦医生已经被蜡烛证明了，他就是杀人犯。蜡烛从来没有证明他是唯一的，他只证明他说了真话。规则的例外是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。一个杀人犯说自己不是杀人犯，即使是谎话，蜡烛也不会熄灭。所以最开始7个人的否认，全都没有价值。但秦彻说的是，我是杀人犯，承认身份不在规则例外之内。他说这句话时，蜡烛没有熄灭，证明他确实是杀人犯。而我说了同样的话，我的蜡烛也没有熄灭，这证明杀人犯至少有2个。任务说的是找出杀人犯，任务没有说只有1个。是我们下意识认为只有1个。引导者从来没有亲口说过，7个人中只有1个人杀过人。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杀人犯？那天晚上，我已经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，我知道自己很困，也知道继续开车可能出事，但我觉得只剩40分钟，不会那么倒霉。后来出了车祸，父亲、母亲、妹妹，还有未婚妻全都死了，只有我活了下来。我明知道有危险，还是选择继续开车，所以我是杀人犯。看来，过失杀人也会被认定为杀人犯。我是杀人犯。6年前，我参加过一次化工仓库火灾救援。仓库马上就要爆炸！一名纵火者想从救援通道逃出去，如果不关闭防火门，爆炸会沿通道波及居民楼。我知道他还没出来，但我还是关上了门。居民楼里100多人活了下来，他死在了门后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那是救援需要，可关门的人是我。我是杀人犯。有一名学生的父亲闯进学校，想把孩子强行带走。他喝了酒，还拿着刀。我把孩子护在身后，推了他一下，他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警方说我是正当防卫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推他之前，我想的是，只要他再也站不起来，孩子从此以后就安全了。我是杀人犯。学校里有个学长偷拍视频，他用这些东西威胁几个女生。我为了拿到他的手机，发了一个假地址。我让他去一栋封闭的旧实验楼。我提前报了警。他发现警察以后，从外墙逃跑。他摔了下去。
那栋楼很危险，我知道。可我还是把地址发给了他。我是杀人犯。3年前，一名持刀者挟持了一个孩子，谈判人员让我等待命令，但我看见他举起了刀，我开车撞了过去。孩子活了下来，那个人死了。事后我说车辆失控，其实没有失控，我是故意撞他的。我也是杀人犯。康复中心曾经有一名家长闯进来，他情绪失控，想强行带走正在接受保护的孩子。我把他引进器材室，反锁了房门。随后中心发生了火灾，我带着2个无法独立行走的孩子撤离。我曾经回到过走廊，我听见他在器材室里砸门，但如果我回去开门，就可能来不及把2个孩子送出去，所以我没有回头。他死在了里面。我们7个人都是杀人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随便投一个，投中的人都会死。规则不是让我们找杀人犯，它是让我们从所有杀人犯里选一个人去死。既然我已经决定了，就还是投我。不投票，任务就会失败。失败之后，除杀人犯外的人全部处死。对，除杀人犯之外，可这里有杀人犯之外的人吗？没有。我们已经证明，7个人全都是杀人犯。如果投票，我们会成功找出一个杀人犯，那个人必死。可如果我们不投，任务就会失败。失败惩罚只会处死杀人犯之外的玩家。我们7个人都属于杀人犯，所以惩罚找不到目标。如果你判断错了，死的是另外6个人，投你的名字，你一定会死。不投，至少还有全员存活的可能。我不会为了确定结果，就挑一个人替大家送死。请玩家提交杀人犯姓名。你怕吗？不怕。我也不怕。时辰已到，醉侠为公，玩家未能找出杀人犯。依照规则，除杀人犯之外，其余玩家全部处死。许彻，杀人犯；苏婉晴，杀人犯；程野，杀人犯；魏小满，杀人犯；周岩，杀人犯；秦彻，杀人犯；韩征，杀人犯。非杀人犯玩家数量0，可处死目标数量0。副本结束。本次副本最优者许彻获得神赐回光，允许回到1分钟之前，每个副本只能使用1次。世人总在失去之后才想回到选择之前，可惜他只能让你回到1分钟前。就算回到3个月前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们这是直接进入下一个副本了。怎么回事？本场引导者钟馗。
通过此标寻找破局之机。副本任务：穿过鬼市，取回自己的身份牌。任务实现：第4声梆子落下之前，唯一规则：不得回头。不得回头。规则只说4个字，怎么理解是你们的命。违反规则会怎么样？鬼市缺客，谁回头谁留下。所有人只看前面，不管身后出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回头。一人抓一段，有人停下，前后的人都能知道。许彻，你走过了，我在这里。他们会读取记忆，它越像真的，越说明它不是真的。能不能说点什么？什么都行，别让我们只听见他们。周老师，他又来学校找我了。是假的。老师，救救我！别动。如果真的是他呢？别天真。继续走。周岩转了头，所以触发规则。如果只通过镜子观察，身体并没有回头。别试，我们不知道规则判断的是动作，还是看见身后。身份牌在后面。别看后面，他根本没有转头。规则限制的不是脖子，只要主动确认身后，就算回头。从现在开始，镜子、水面能反射的，全都不要用来观察后方。他们在拿走我们的身份。无名客，留下吧，留下就不用再害怕回头了。都别碰他们！继续走。牌在那群小鬼手里，他们一直跟在我们后面。脚步声在变远，他们正在往南街跑。任务的顺序不是随便写的，先穿过鬼市，再取回自己的身份牌。我们必须走到无名关，偷名鬼才会把牌带回入口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必须回去。你在试什么？回头是看向来路，倒退只是回到来路。规则不准我们回头，没有说不准我们回去。回头拿呀，不回头就没有名字。定身符能维持10分钟，从这里倒退回南街，正常走也要15分钟。那就把15分钟压到10分钟以内。从无名关到纸钱桥137步，桥后左侧有卖骨汤的摊子，地面缺了3块砖，再往后是镜楼、卖旧梦和南街牌坊。你负责报路，我负责把所有人绑在一起。倒着走会让人失去方向感，谁开始慌就跟着我的呼吸，4步一停，不要抢。退。
21、22、23，下一步抬高，后面是桥看。还有116步。别管我，走！你刚才要是松手，走得更快。少一个人，不叫更快。他是为了救我，所以你更不能停在这里。秦川最后做的事，不是让你回头看的。不对，来的时候这里没有岔路。允许使用者回到1分钟之前的状态，每个副本只能使用1次。你想到办法了？1分钟前，我还在岔路外面，回光只改变我的位置和身体状态，不需要我回头。那我们呢？我回去找到正确入口，再从前面告诉你们怎么走。我信你。回光原本带不走第2个人，刚才有人拉了我一下。先出去。向左横移3步，再倒退7步，不要转身，墙后有缺口。40步，前面就是麦灸梦。过了陶罐就是南街。你们为什么不救我？牌就在后面，看一眼。苏婉晴，回头拉我！秦彻已经死了，他不会让你用同样的方式死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帮你也是帮我。最后10步。右后方半步，他下一次会从你手肘下面钻过去。你只管抓，我给你顶住。
活人只需带走自己的种子。一起走。7人入室，4人归来。周延回首应魂，死；韩征借镜回望，死；秦绰被迫回身，死。秦绰是为了救人，规则不问善恶，也不问因果，他只判断结果。副本任务：穿过鬼市，取回自己的身份牌，完成。进入玩家7，存活玩家4，死亡玩家3，取回身份牌7。规则破解：不得回头，不等于不得倒退。最优者：许彻、苏婉晴。桥上你救魏小满，古汤铺你拉住我，最后还把所有人带了回来。我这个人不爱欠命，以后你就是我兄弟。先都活下去。下次别总把自己放在最后。那我就陪在你旁边。最优者许彻获得特殊道具复活令，一次性特殊道具可复活一名在副本中死去的玩家，令牌一经使用无法撤回，复活对象只能选择一人。最优者苏婉晴获得特殊道具替死令，一次性特殊道具可让一名玩家代替持有者承受死亡，也可由持有者代替一名玩家死亡。死亡一旦转移，无法再次转移。他能让别人替你死？世人总劝莫回头，莫回头啊，莫回头。月宫的人情从来不便宜。城主，是我。孟氏，谁准你追溯万界亡魂？我只是找一个人。忘川权柄只为引渡亡魂，不是供你寻找故人的工具。我替周末守了上千年忘川，我引渡的亡魂早已数不清。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深知不论私情，可成为神以前，我也是人，我也有丈夫，也有答应过要等的人。受神职时，你已舍弃凡身，我从未放弃过。这一次只是惩戒，再犯我便剥离你的神格，让你以凡人身进入副本。愿你想起所爱时，仍这般无情。别再催动神格，放心，还死不了。伏羲留下的神法还在你体内。你的神魂，
我能感觉到，你缺失了一部分，像被终末规则直接拿走了。你越界动拳，遭到规则反噬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不愿意说就算了。每个引导者都有隐秘过往，深知不是自由，而是漂亮的锁链。北京战事结束，我就回来。什么时候？明年梨花开的时候。要是明年不开呢？那我等到花开再进城。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他是郎中，左手虎口有一道伤。你见过谢成竹吗？他答应过我，梨花开的时候就回来。世界已毁，他或许死了，也或许被终末选去别处。其他地方是哪里？不同副本，甚至别的毁灭世界。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他？成为这里的引导者，渡尽亡魂，或许能寻到他。代价是什么？不得爱人，擅权，或离开忘川。我接受。从今日起，你守忘川，饮下此汤，便会忘去执念。世人只会称你为孟婆。谢成竹，梨花开时你要回来。发动复活令。复活令处于封印状态，为什么不能使用？它只能在下一场副本开始以后使用。那他们呢？本次结算的死亡无法逆转，这枚令牌救不了他们。救不了。既然救不了，为何还算奖励？周末总把希望放在够不到处。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我无计可施，核心或有机会。核心与终末世界究竟是什么？你想知道，就亲眼看看。终末不是星球，也不是阴间，它是所有毁灭世界的终点，像无数条河流，最终流入同一片海。世界并不是永恒的，世界将毁逝，终末会选走生命，然后让他们进入副本，互相残杀。通过终极考验便能抵达核心，核心或能重启世界，或空无一物。有人成功过吗？入核心者从未归来，继续走吧。
周末是万界共同的重点。参加副本到底有何意义？走到核心，找到答案。如果传说是假的呢？我是司命，也是本局副本的执笔人。这不是普通副本，而是一次神职考验。你们若赢，我便从神位上跌下来；你们若输，就永远留下替我书写他人的死期。我们要怎么才算赢？活着看见戏楼落幕，同时改写我为你们安排好的结局。要是我们直接杀了你呢？你可以试试。规则1：戏中人不得在落幕前脱离角色。规则2：每死一人，所有活人必须鼓掌。违规者立即处决。开戏。我是改命书生沈燕，查清兰若西欧的秘密，为所有冤死之人改写命运。我是医女白红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沈燕活到落幕。我是报幕童阿满，报出所有登场者的姓名，一个也不能遗漏。我是护系武生程九，保护舞台上的活人，直至最后一幕结束。顾承安扮演贪官顾知府，使命以全城百姓性命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。柳青扮演为百姓敲鼓鸣冤的寡妇，高月扮演兰若城刽子手，角色性情残暴，崇尚武力。攻击不是没有命中，而是命中以后，被命部改写成了舞台表演。司命不属于这场戏。司命大人，我愿意投降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们。我不是顾知府，我是顾承安，我愿意成为你的神徒。玩家顾承安主动脱离角色，违反规则。放开我！第1名玩家死亡，检测到玩家死亡，请所有存活玩家鼓掌。我不会为一个人的死亡鼓掌。第1息，鼓掌。为这种死亡鼓掌，我们和他的神徒有什么区别？第2名玩家死亡，请所有存活玩家鼓掌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复原多少次！
不，这不是我想做的。可这是你的角色应该做的事。第3名玩家死亡。你们已经看见了，戏中人永远杀不了写戏的人。许初，我在后台发现了第8张角色牌。兰若戏楼不是7个角色，是8个。写下司命，再由你正式报幕，他就会成为第8名戏中人。背面还有一句：执职者若已入戏，落笔集结命线。我不知道命线到底有什么作用，他入戏后每写下一道命运，应该都会与那个人产生联系。他现在无敌，是因为他是戏外的直记者，规则只能约束戏中人。如果把他写进角色名册，他就不再是写戏的神，而是戏里的一个角色。先别动，写下司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普通墨水写不上去，我还在找办法。报幕人，第5幕开始了。我先去报幕，剩下的你负责想明白。第5幕，无名之死。报幕人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该按照剧本退场了。写下司命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个活人的名字，名字画墨，神才可入册，没有姓名、身份与灵魂坐标。不用这个办法，把牌给我！你以前说少一个人不叫更快，这一次必须有人写他入戏。有趣。许彻，听清楚，直属者入戏，落笔集结命线。他每次落笔都会留下命文。你是改命书生，只有你能改写命簿判词。我托他入戏，你负责杀他。别写，把名字收回去。已经收不回去了。兰若戏楼最后一位当台者，执笔人司命。这次我也算帮了大家一次吧。算。那就别忘了我。玩家魏小满死亡，玩家死亡，所有存活者鼓掌。小满说的没错，司命成为戏中以后，
每一次落笔都会与被书写的人结成命线。程野受伤时，司命身上出现了相同的命轨。这不是普通的反噬，是因果铆定。以前的司命站在系外，他只负责书写命运，不必成为命运的一部分。可现在他已经是第8名系中人，他写下的每一道命运都会让自己与目标出现在同一条因果线上。我的角色使命不是杀死司命，而是改命。7个角色里，只有我能接触命簿，修改已经写下的判词，其他人无法触碰命簿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写判词的资格。但我可以，他写下我的死期，我就能借他的笔，把这场死亡还给他。杀死司命的关键不在于正面击败他，而是让司命亲自写下我的死亡。再将这份死亡变成2个人共同的结局。你不是一直想写死我吗？现在我就在这里，拖我入戏就能改写结局，写下去不就知道了？沈宴身死，兰若落幕。就是现在！放手！现在你也是戏中人，这条命不再只由你一个人写。判词成立，二者共享死亡。许彻，死亡成立；司命，死亡成立。检测到特殊道具，替死命。死亡对象变更，原死亡者许彻，替死者苏婉晴。把替死令撤掉。死亡一旦转移，无法再次转移。道具说明还是你告诉我的。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别人替我死。我没说，我不会替你。你还要去朱墨核心。你不是说要站在我旁边吗？我没有食言。这一次，我只是替你站在了死亡前面。玩家死亡，存活者立即鼓掌。存活者立即鼓掌。他替你死，不是你配死！许褚，振作，别让他白死！正在检索本场死者，顾承安、柳青、高月可定位，魏小婉无法定位，苏婉晴可以定位。使用复活令，复活苏婉晴。复活苏婉晴是否确认？确认。许彻。挑战胜者许彻，是否接纳司命神格？接纳。是否继任司命臣职？继任可获得完整司命权柄，代价是永远效忠终末系统，失去普通玩家身份与终极考验资格，不得主动接近终末核心。神职看似王座，其实只是锁链，神只能守门，玩家才能走到门后。神格归许彻，公职空缺，
玩家身份保留。挑战胜者、最优者许彻，获得残缺的司命神格，拒绝司命升职，玩家身份保留，获得感知命运、接触正直力量的资格。我叫魏小满，是一名大学生。司命的神职空缺了，有人挑战获胜了。他可从来没输过。不可能，上次7个高阶玩家进去，只活了1个，还成了神仆。天听，以天榜玩家宁昭的观测权，追溯司命神职最近一次公开变动。神职变动记录检索完成，原司命神格剥离，神职空缺，挑战胜者。许彻，哪支天榜队伍藏起来的人？不是天榜，档案建立还不到1个周末周期，按系统判定，新人。一个新人赢了司命。收起来，这里不是你的兵种。继续查，他是怎么赢的？过程被封锁了，我只能听见因果回声。副本叫兰若戏楼，司命原本是戏外的执作者，许彻把他拖进戏里，变成最后一名角色。然后呢？同死。许彻用自己的命做局，逼司命遵守他写下的结局。队友留下后手救回了他，司命没能回来。取巧，正面对上，他连司命一根命线都碰不到。还有一条记录，查询挑战者结算状态。玩家许彻已获得残缺司命神格，司命神职继任邀请已拒绝，玩家身份保留。拒绝神职，有点意思。神职是力量，也是锁链。刚拿到神格就看清这一点，很不错。公开变动留下的任务回声还没完全封闭，给我10秒。偷听一个新人的任务还要10秒。你肯把脑子借给我，可以缩到9秒。听见了，系统播放我截取到的公开任务回声。目标玩家许彻，下一副本类型世界回收。在目标世界毁灭前回收世界之心。同行玩家苏婉晴、程野，引导者白无常。竞争队伍顾寒川、邵青离、岳重云，引导者贪神。原来是他们。那不用看了，未必。许彻必败无疑。从牌面看，许彻确实必衰，但司命征进去之前，大概也这么想。要在他身上留一道观测印吗？留在通道外，不要碰他，也不要干涉任务。如果他死在里面呢？那就确认残缺神魁落在谁手里。如果他活着回来，那我会亲自见他。找他进队，见面再说。这里不是周末大厅。等等，姑娘，别看了，今天已经是第3车。留一半，我们还不知道这里的水能不能喝。城里没有粮食吗？粮食都被收走了。娘说皇上要成仙。不是普通饥荒，这个世界本身快要死了。看够了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一座正在等死的世界。任务：在世界崩溃以前找到世界之心，并将它带回终末。
6名玩家，2支队伍，你们由我引导，另外3人归潘神。世界之心只有1颗。玩家的奖励呢？世界之心是什么？世界的心各不相同，得由你们自己探索。本场只有1条规则：入夜以后，活人不得出门。如果出去了呢？夜里饿了很久，他会自己告诉你。既然世界注定崩溃，回收他的心有什么意义？每一个世界都与终末有关，到时你自然知晓。末将奉靖王之命，恭迎3位天外之人。天烈之年，6星坠星，得天人者得天下，取天心者续国拓。3位降临大理，乃是天命仍未弃我大理百姓。你不吃，他们也吃不到。这样的皇帝已经不配坐在龙椅上，所以你想做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本王只是不得不接下重担。谁都想当皇帝，不用过多解释。许先生倒是直接。说交易，你们助本王除掉皇帝与韩卓，本王助你们取得天心。你帮我们进宫并找到天心，至于皇帝与韩卓，只能顺手处理，除此之外不谈忠诚。若本王不同意呢？西边也降下了3个人，你可以不同意，然后等韩秋带他们来杀你。成交。大理的腐肉必须连根割掉。你想让我们替你夺位？本将军给你们10万兵马。将军可以把他当成长生丹，我们带走他后，你尽可告诉天下人，仙丹已被你服下。好，哈哈哈，本将军喜欢聪明人。先送他们一份见面礼。我是大将军府书吏顾寒川，明日要去新天院，线索就在信里，求你们拉我进去。别看，他离门只有3步，真重要的东西不会放在需要我们出门的位置。你们不是天选之人吗？连一个人都不敢救，救我！他来了！黑夜会吞噬出门的人，也会吞噬他们接触的东西。你早就知道他会死。我不知道，身份不明的人不值得拿我们的命试规则。他出来了吗？没有，连门都没开。没有白死，至少现在我们也知道规则的可怕。天时离地那一夜，天下同时发生地震。先见正说那是国运根基，不可移动。这里的记录被换过，真正的记录在地下。这也是神赐。假的，没有命就杀不了人。有触感，没有重量。这么快就出来了。力气不错，壳也挺硬。10个匣子只有1个是真的，你猜得出来吗？你可以困住我们，所有记录也会一起烧掉。带走记录，
人归我，你拿死人的记录，我带走活人的记忆。朕怎么知道谁才是天外神使？陛下可以试。天佑大礼，陛下万寿无疆。画地为牢。他们都有仙术，你们呢？半个时辰之后，他会杀你。拿下！你能看见未来？朕能不能长生？等丹成以后，自然会有答案。哈哈哈！好，3日后的开炉大典，6位神使全部入宫。天下人人都想抢，他怎会不是长生仙丹？那是本王埋了12年的棋子，你就这样交了出去？他今天动手，皇帝死不了，你也没准备好造反，所以你拿本王的人换皇帝的信任，不然呢？留着他陪你一起失败？你好像不在乎人命。你昨晚刚送死一个，没资格评价我。开炉大典见。岳崇山那老匹夫的拳头倒是硬得很。知道疼就记着，下次别再逞能。剩下的我自己来。她就是陆清月。你的未婚妻。她刚戴上戒指，世界就开始崩塌。我抓不住她，只能看着她在我面前消失。我看着她死了2次，结果没有任何区别。不是你的错。我是为了追回一群已经死去的人。这条路也许没有尽头。那我就陪你走。你不怕我永远走不出来？过去不会消失，我也不会让你忘记他。但你不能永远停在以前。他陪你走过以前，如果你愿意，以后的路我陪你。可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假装自己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绷带包好了吗？刚才没包好，现在突然好了。你的伤还不能用力。真打起来，伤口又不会听你的。是幻境。我需要知道陷阱怎么发动。画地为牢。假丹宫、假丹炉、假的世界之心，只有火是真的。用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路。你知道圣灵，却不知道我还有什么。回光。代价是让我看清你们所有人的位置。许宣，少爷，别停！你要是死了，我这一剑才算白挨。撤！定身符明明只能对副本人物使用，它有古怪。长生丹就是世界之心，
开罗也许就是世界毁灭的时候。韩阙有时攻南门，我们提前半个时辰从密道入宫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本王再取皇帝首级。可以。消息确定。顾寒川亲手写的调兵令。靖王申时发动攻阵，现在出兵，可打得措手不及。擂鼓！今日本将军替天下换一个皇帝。靖王那封信也是假的。我知道，徐彻想让两边同时动手，那还按他的计划走。谁利用谁，要看最后是谁拿到世界之心。看来你我的天命选在了同一天。你把本王的计划卖给了韩阙。你不是想终结这个腐朽时代吗？机会来了。本王若败，你也拿不到天心。所以你最好别败得太快。假的。真正的世界之心一直在皇帝手里。这是朕的长生丹！哼哼，你笑什么？臣笑陛下守着天下的心脏，却以为那是一颗能吞进肚子的药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春秋错乱，江河干涸，大地再也长不出粮食。它是支撑这个世界的根，练得越小，世界便死得越快。萧家的国祚早该断了，这天下该换一个主人。你们全都想骗朕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长生丹！来不及了。丹成了，大礼也该烧完了。朕的丹谁都不准碰！皇兄，你该退位了。从今日起，朕便是大理皇帝。世界之心损毁，回收任务失败，世界将在30秒后彻底崩溃。连碎片都不能回收，任务已经结束了。画地为牢，牢笼不是房屋。镜花水月。幻境骗得过人，骗不过规则。这算什么？这是规则的力量。活下去！画地为牢，神似对抗不了规则。距离强制传送还有28秒。房屋代表还属于这个世界的内部，现在世界已经毁了，所有地方都成了门外。圣灵，
3人判定为同处一室，3人未曾出门。这种时候，我是不是有点多余？闭嘴，省点力气。距离强制传送还有10秒、3秒、1秒。下次再有这种副本，能不能先让我休息2天？1颗心6个人抢，最后货没了，人也没了，赔本儿。完成队伍无，进入玩家6，存活玩家3，死亡玩家3。你没有完成任务，世界之心的命线已经断了，谁都带不回来。若早一天强行取走，或许能够完成，也可能让世界早一天毁灭。你在意那里的人？不在意，我只是不喜欢替众背一整个世界的命。任务已经失败，能把他们带回来，够了。这句话还算有良心。没有完成任务的世界之心会彻底消失吗？带不回来的东西，未必什么都不会留下。神格有变化。世界回收副本长生宴结算完成，主任务失败。世界之心已随目标世界崩解，无法回收。附加结算完成，查明长生丹真相，记录世界之心崩解，3名玩家存活返回。结合此前副本通关累计，3人均已达到常驻神赐兑换标准。任务都失败了，还能给这么多？周末不发安慰奖，可你们带回了情报，情报同样值回收点。3新手保护期结束，身份更新为正式玩家，神赐改为负荷制释放，扛得住就能一直用。可以这么说。你们每人可以新增1项常驻神赐，不会覆盖原有能力。选定之后，不退回收点。速度型神赐掠影，短时间提升移动与反应速度，可连续爆发。过度释放将造成肌肉撕裂与感知错位。兑换神赐掠影成功。治疗型神赐再生，消耗体力与精神，修复伤势，稳定生命。我希望自己能帮到你们，我不想再看你倒在我面前，一次都不想。玩家苏婉晴兑换神赐再生成功。力量型神赐搬山，短时间强化力量、骨骼与抗冲击能力，过载能造成骨裂或脏器受损。那我负责把拦路的搬开，搬不开就砸开。玩家程爷兑换神赐搬山成功。演示一遍，先让身体记住代价。掠影城，掠影，掠影连续放完成，当前负荷32%，仍可释放。搬山，搬山。搬山连续释放完成，当前负荷46%，仍可释放。再生，再生，再生连续释放完成，当前负荷39%，仍可释放。以后神赐不再是一次性的底牌，而是战斗的一部分。记住负荷，别高估自己。正式玩家权限已全部生效，终末大厅训练权限开放。1990年，我们被送回过去了。不是过去，这里是另一个同样存在过1990年香港的世界。那这里的人呢？也是副本制造出来的吗？他们活过，会痛，也会死，和你们一样。
世界副本九龙拳王开启。14天后的午夜12点以前，取得龙门地下拳场拳王冠军，完美通关条件，获得本世界的世界之心，超过本世界上限的神赐力量将被压制。又是世界之心，上次6个人抢，这次总不会更多吧？终于见到了赢过司命的新人。裴元，我们在命座殿见过你的名字。你们的引导者没来，天榜玩家没有引导者，拳台上见。拿到冠军只是基本任务，世界之心出现后，谁拿到手才算完美通关。别逞强，这次任务失败并没有惩罚。一枚筹码报一个拳手，没报名的只能站拳脚。16人打3轮淘汰赛，每打一场强制休赛2天。最后2人争挑战权，打死打残掉出铁网都算输。我也报名，挨打这件事儿我比他熟。如果一个人倒下，另一个继续打。神赐，冰主。这叫拳，他每一根骨头都像兵器。略赢。当前负荷18%。没有感知位，腿部轻微拉伤，下一场前能恢复。神赐搬山，谁说力气大不能拿冠军？这种货色不值得用冰主。还打吗？神赐能加快愈合，不能代替休息。2天是最低限度，不是痊愈。你不是我的目标，认输可以少躺2天。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听不懂劝。神赐，冰主。还没完！这次算你赢了。外来人把场子当庙街擂台，雷坤绝对不能输。神赐搬山！就这点人也想拦我们打决赛？走吧，别让秦晋等太久。赢司命靠钻空子，这里没有空子让你钻。每次凝成冰时，方向都会提前固定。那我就进你的拳路里。略赢。当前负荷61%，视觉感知开始错位。他再用一次冰主，心脉会裂。这个任务不值得赔掉性命。下次没有封印，我不会输。下次也一样。
拳王战排在第13天晚上，你至少休息2天，2天只是能再次上场，不是完全恢复。再生分段释放完成，当前负荷74%。明天可以打，但掠影最多全力用1次。1次够了。打死他！他每次心跳错拍，右手都会慢1/4秒。掠影。新任龙门拳王许彻。公开任务完成。本世界世界之心已显形。3秒后他会脱离本界。定界。此界以内，除我以外不得位移。此心与我之间，不得存在阻隔。世界之心持有者，玩家裴元。世界之心，你赢了拳赛，我赢了副本。神职威压，是孟婆。这是玩家副本，神职者无权介入结算。把世界之心给我。我拒绝。定界。此界以内，望衡不得流动，神事不得展开。阴符，万兵贯阵。天听，锁定他未来3秒内所有落点。请正。界限也有名字，忘了名字就不存在。裴元，退！此心不可离开我的掌心。玩家裴元生命终止。兵符。人间兵种！玩家秦昭，生命终止。只要你还在因果里，就一定有声音。听得太多的人最怕无声。玩家宁昭。生命终止，冠军才是这颗心留在本界的锚。你不死，他迟早会回到你身上。所以，你们3个也不能活。神赐，翻身！许彻，走！3个人来的，3个人走。张爷！神赐，圣灵。圣灵被强制中断，玩家许妾神格受损。现在毛该断了。孟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能替我固定一道漂泊在诸界中的残魂。你杀死玩家，抢夺世界之心，要背叛周末。我已舍掉引导者身份，现在的我属于堕落者。成为堕落者，伏羲会追杀你，直到神魂俱灭。只要能再见那道残魂1次，我不在乎周末把我叫什么。把世界之心留下，那就看你拦不拦得住我。越狱，广寒。来得真快。清月，